观看第15期蒙问头直播，然后我们又邀请我们的好朋友火人来讲解一下，讲什么来着？手机打光，胡迪尼的布料，还有胡迪尼跟 CCD 结合的运用吧，应该是。那我们开始了。哎呦，等一下，神秘嘉宾回复我了，我看一下神秘嘉宾说什么话。啊，他说马上到，他稍微迟一点点，出现一点不可控的意外啊，不好意思。好，我们趁着我们神秘嘉宾来之前，我们先骂一下人啊。最期待这个环节了哈，开始。为什么一直要拖到现在才开始做这个直播呢？因为一个是真的很忙，年初做完华为的广告之后，过了没多久就加入了伦敦 NPC， 我现在还在伦敦，然后就做项目一直在忙，直到圣诞节，然后公司终于不怎么忙了，所以才有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终于有时间了。第二个原因是前不久看到有一个有两个人真的很诡异。然后我们的项目拿来讲解然后还仿了一个然后还搞你的质量还搞成这个样子，还10年经验老司机，然后你10年你都只能抄袭，你都只能抄成这个样子，怪不得你在行业混不下去，只能做培训来挣钱了，是吧？你看我们这几个其实从业都没有多久，我毕业才2年多，然后烧麦从业也才5、6年吧，你这个。先不说违不违法，你这个做法肯定就不对的，而且你10年经验老司机，你还负责这么多的这些客户，一听起来还蛮唬人的。我想起来我很多年之前，我当时在国内的一个蛮大的一个 CG 的论坛上，有一次跟人争执，然后别人跟我说你跟你争执那个人是个老前辈，他在这个行业里面混了10几年，做了好多好莱坞电影，你不应该跟他争。我当时我就觉得说，那他明显说的很多东西是不对啦，为什么我不能跟那个人争执？就因为人家经验比较多吗？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做了很多年好莱坞电影，他说他做过什么《天使与魔鬼》这些什么都是真的，因为他之前在华北一家，好像是河北，好像是哪个地方反正他是在那边一个外包公司里面，河北那边有很多小公司专门接好莱坞电影的抠图。他就给人擦钢丝的那种活，擦了天使与魔鬼，就是他所谓的参加了好莱坞电影。反正也是可以这么说了，也是可以这么说了。对，那也不能反驳人家确实参加了嘛，就是抠钢丝而已反正好，我们不骂人要文明直播。我也不知道要接活怎么报价，在这里给大家谈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心得。首先，基本上已经是明日黄花了。一个是你没办法按照视频的时长来衡量制作者的劳动，很有可能你一个视频只有10秒钟，但是你可能半秒钟就一 cut 全新的画面，那你这制作量就非常的大。也有可能你这个视频20秒，但是你每个镜头都是非常舒缓，然后也没有怎么剪辑的，画面内容很简单，那这样来说对于客户来说也吃亏很大，所以你按秒来报价是没有办法衡量创作者的具体劳动量的。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式是，首先你计算出你在公司里面你每日的工作获得的报酬。假如你一个月月薪比如说税后1万的话，然后你一个月工作20到25天，那你每天的收入应该是400到500块这样子。你把这个价格乘以2或者 2.5， 因为公司虽然你税后1万，但是你公司给你支出的可能就是成本是1万5到2万，甚至2万5，这个看具体情况。所以你的当天的报酬，就是在公司之外的报酬，你应该是你的当天日薪乘以2或者 2.5。衡量一个项目周期，如果你要做10天的话，那你就拿你当天你认为自己应得的一个收入乘以总的工作时长，或者说你在这个项目上预估的工作时长，这样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报价。这个是我建议，如果是有人想考虑freelance 兼职的话，具体一个报价方式，反正不要按秒去算，按秒算是非常愚蠢的，对自己不公平，对客户也不公平。好，这个是给大家先瞎扯淡神秘嘉宾又出了一点意外还没过来，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聊干货，好吧？好，终于要看到 CAD 了。大家都用到是20是吧？我还停留在18。很多新功能几乎都没人用，用的都是一些常规的功能。在讲布料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一些 CCD 里面的小技巧。好，应该是 Octane 的专用的小技巧。
首先我非常的建议大家，任何一个场景你能够创建一个 texture environment， 然后把这个 power 调为0，用这种方法来关闭掉渲染的默认的环境光，而不是在渲染参数里面去改它的那个背景颜色，因为渲染参数这个它这里改的颜色是只限于你本机有效的，它并不会写在你的 CCD 文档里面。如果你用 Octane Sky 然后加它的标签来修改背景颜色的话，它的颜色信息或者环境颜色信息是存储在你的 CCD 文件里面，这样你分享给别人，或者你到任何环境下你打开都可以获得一个统一的光照结果。因为我经常时不时收到别人的一些档案，我在排查半天之后，到后来才发现，就是他改的是那个设置里面的环境色，而不是有单独创建的一个环境，这一点是值得需要注意的。然后第一个要分享的小技巧就是，很多人一直说很头疼，Octane 里面没有聚光灯。如果你用 Octane 来打光的话，想做 Spotlight 基本上就那么几种方法，但我们后面等一下会提到一些很特别的小技巧。第一个就是你在网上你可以找到有第三方人做的一些Spotlight 的插件，然后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就是按照现实中的样子真的去这样改一下，然后 C 掉，把它的底面删了，然后你可以调这个框的半径啊、大小啊之类的，这是一个土办法。更加常用的或者喜欢用的是贴一个 texture， 然后CC 有内置很多的 HD 说错了，不好意思，是 IES 不是 HDR。然后 CC 内置了很多的这些灯光贴图，你可以跟灯光绑定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旋转的话，它的 IES 光域网，因为它形容的是3维空间的一个灯光的分布方向，它永远是朝下的。如果你指到上面的话，它不会跟着旋转。你会看到，当然你可以点进去，然后再选一个UV transform， 然后再在里面进行做旋转。不过这个操作真的非常的不直观。再连一个 Espresso， 再把它里面的旋转数值给绑到灯光自己的这个参数上来。这个方法我是不推荐大家使用的。Arno 和 Redshift 里面都有一个叫做灯光方向的一个收敛度，就是它可以控制一个面光源一个扩散程度。那默认情况下，理想中概率不同。比如说它其实会往这个方向也在发射，只是离得非常非常远。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地面拉得很大，你可以看到它的辐射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小技巧是，如果你在 distribution 里面连一个 Octane 的 fall off map， 获得一个类似于聚光灯的效果，它实际上是在控制灯光的收敛范围。那如果我往上拉一下，可能会减小一点，这样可能更加明显一点。除了这样之外，你还可以在这里再连一个 gradient， 然后去详细的调节中间的变化情况。所以这个分布的话，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修改。这个是如果你对聚光灯的使用或者说要求没有那么严苛，你只是想尽量的把它就是说收敛到一定程度范围的话，这个技巧会相对来说比较好用，因为它同时支持任意的旋转方向。然后第二个小技巧是跟 Octane 没有关系，但我推荐所有人都去这样做，或者说我希望别人跟我合作的时候，他会怎么去整理自己的项目文档。一个是绝对不要直接给相机 K 关键帧，很多人习惯直接开个相机，然后再点，或者说有人也知道要开一个 No， 然后再点。我推荐大家的方法是永远把你的相机所有这些坐标数值都保持在默认，然后给一个protection， 然后你再对这个 No 进行 K 帧。怪不得我锁定了，不好意思。那这样的一个好处是发生过不止一次情况，不只是我自己，然后我看到别人有过这种操作。如果你有对摄像机做这些关键帧的操作的话，有时候你会忘了你的视图还在摄像机里面。对。然后你开始移动的时候，你就修改了你的相机的参数。
然后等你做了很多场景操作之后，然后你才发现，哎呀，我怎么操作相机？然后哪些参数乱了，你也不知道，所以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永远把相机保持在原点 protection， 然后你要 K 关键帧的时候，你就 K 它的负极，就是一个空的物体。这样，如果你锁定视图的话，你是无法移动的，你永远不会破坏掉你的相机本身的参数，你只能够解锁。这是一个小保险。最后再分享一个技巧，其实应该有不少人知道。我们等一下，先关掉这个。我们创建一个反射材质，也涉及到打光相关的内容。我们调大一下。再大一点。好，把这个给关了。好，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个镜像，就一般人都会喜欢给你的灯光这里材质里面给一个渐变，是在gradient， 像这样。默认渐变就是。对，这是默认渐变。然后很多人会看到这里有斑点，实际上是因为Octane 它并不支持 CCD 的这个渐变shader， 它会实时的把你的这个渐变材质给烘焙成贴图，然后再贴回 Octane 自己的灯光里面。所以它的默认情况下，它用的是我记得好像是8位的吧，所以你要在这个渲染设置里面改为浮点贴图。然后你再重新刷新的话，它就会获得一个比较顺滑。当然，这个默认贴图另外一个问题是 ，Octane 在读取这个贴图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已经经过伽马校正了，而且 CCD 它自身的渐变也是有伽马的，所以你会感觉它总体偏亮并不是一个完全由黑到白的一个过渡。那怎么办？我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在这里加一个 layer， 然后在 layer 这里。你可以在点 effect 里面 gamma 给一个默认的话，伽马校正是 2.2，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的是应该是1除以 2.2， 也就是 0.455， 这样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渐变相对来说会比较的顺滑。但它还是很白啊，那个右边。这个是因为强度啦，它默认100。强度。对。OK。没有什么问题吧？当然没有。你不一定要用这个 0.455， 你可以就手工调，因为有时候我们打光的时候，有时候会希望它某一个边缘的亮度特别的亮，然后快速的衰减过来。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如果不用这个的话，你还可以用其他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要调，那你就不用限制在 gradient 里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layer shader 这里的所有东西也都是会被烘焙为贴图的。然后，如果你在里面有用到很复杂的 noise 之类的话，记得要把你的渲染尺寸，也就是它内部贴图的烘焙尺寸给调高，不然的话可能会丢失不少的细节。不过这个调高很卡呀，你说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没办法没有渲染器可以支持得了 CCD 自身的 procedure shader， 就是 CCD 自己的这些程序本里，没有任何一个 GPU 渲染器是可以支持的，包括 CCD 自己的 ProRender 都不支持。CCD 的 ProRender， 你在创建这些 shader 的时候，它也是在内部先烘焙为贴图，然后再以贴图方式再贴回去的。OK。但像 CCD 自己的 noise 之类的，它其实有提供 API 可以让第三方的渲染器在渲染的时候，实时进行采样，获得一个比较高的精度。但是这个 API 只能够被 CPU 渲染器使用 ，GPU 渲染器用不了，所以基本上无解，到目前为止都是无解的一个问题。就是把电脑配好一点就行了。对，那个这个是一个万能解决方法。好，然后我们开始正式讲解布料。现在讲的很多东西应该都很多人都从来没有听说过，因为有的地方帮助都是错的。好，我们先看一下 CCD 内置的几种布料解决方案。最常用的第一种是
就是 simulation 里面有一个 clock， 就是 CCD 内置的布料结算器。那这个东西它是跟 Boolean Engine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是 CCD 自己就 Maxon 他们自己写的。那我们上次直播说到 CCD 内置的动力学，实际上它的核心引擎是 Boolean Engine，是一个版本非常老的东西，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框架，并不是 Maxon 自己开发的 ，Maxon 是基于它去做的一个实现，但是这个布料呢是 Maxon 自己写的。不过现在布料的常规这种布料算法，其实你感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公开的论文。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东西的一些特点。首先很遗憾的一点是，它并不支持，就我所知，它并不支持非多边形以外的任何物体，所以你必须要先 C 掉，就是把你想转的任何物体先转为普通多边形，你才可以用。那比如你在这个球里面，这个碰撞体倒是可以啊。如果你点击 play 的话，它并不会播放，然后你必须要在这里选择按 C， 然后 C 掉它。但 C 掉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没办法再回溯去修改。比如你到后面，你如果再想改精度的话，你就改不了了，因为它有这个缺陷在而且它这个解算这个布料的解算器有它自己的算法缺陷。很多人可能说在试用的时候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就是比如你如果只是一个球，然后一个网格，你用起来很正常，但是如果你碰到物体造型形状复杂一点的，它就会开始拉伸，开始出现很多奇怪的 bug。待会儿我们会讲到背后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在实际上使用中的话，很少有人会用到这个精度，是吧？我们会调一个比较高的布料精度，比如我们的长宽会设置为100，然后再 C 掉，然后再给它一个布料标签，然后点击 play， 这时候你发现速度变慢了，但是变慢无所谓，更大的问题是它会拉扯，它会不断的开始越拉扯，而且它的造型会下面会变得乱七八糟，对，乱七八糟，很难看。然后我们看到它最后一帧已经拉扯得非常非常疯狂了。那如果你刚开始使用 CCD 或者用了没多久，或者你在看帮助的话，包括我当初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肯定是第一个肯定是先看帮助嘛，或者说我先看一下这些参数的名字，然后猜一下怎么回事。然后我们点击看帮助，好，打开帮助之后，然后我们看这个，它明显有这个拉扯，好像跟这个 stiffness 有点关系。这个 stiffness 就是指布料之间的紧绷程度。然后他说，哎，这个参数可以控制这个总体的这个防止拉伸的效果。那我们可以增强一下，然后你发现，哎，这个已经到100了，怎么回事？改不了了。然后我们再找别的参数。找别的参数的时候，你就发现它这帮助写的也有问题。比如第2个 structural 这个参数你在这里找不到，根本没有这个参数。然后你再找下一个share， 然后你发现哎又找不到，怎么回事？这个其实就是它帮助写的问题。这2个参数其实不应该在布料里面出现的。然后就是 flex， 它这个是 soft body 吗？它这些名字没有啊，这个是 close 啊。我就直接它这个上面就是这里对，这里面参数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你会发现它在其他地方倒是也出现了。然后我们再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改啊？他说rubber 这个好像也是控制拉伸的0应该不拉伸，我发现哎也是0啊，怎么回事？都已经到极限了，然后你就开始调，哎有的人发现哎如果你调 iteration 的话，好像效果又好了一点。对，迭代次数多一点，对，好像这样效果好一点。那究竟这里是怎么回事呢？在说到为什么调 iteration 会变化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是解算，什么是动力学。很多人分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包括很多用 CCD 的人说那你要做个解算，那一般就是大家都会其实指的都是动力学。那实际上解算这个概念不是 CCD 独有的，很多软件里面都有。
解算的意思是说，它每一帧的计算来源是上一帧的结果。OK， 就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对，它其实是按照时间 t 为参数进行的迭代。比如我们有一个球，它第一帧在我们得先把这个关了。比如它第一帧在这个位置，那它速度为0，但如果假设它受到一个往下的力 a 或者说 g 重力的话，那它到第二帧的时候，它的速度应该是 delta t， 也就是说时间变化量。一帧，假如如果你是25帧每秒的话，那你下一帧 delta t 就等于 0.04，所以你下一帧就应该是 delta t 乘以 g，然后但你第二帧的位置就是位置等于上一帧的位置加上 delta t 乘以 g，然后第三帧的位置等于第二帧的位置加上 delta t 乘以 g，所以你就这样，它每一帧都是从上一帧的结果往下计算，这个就叫做simulation。或者说解算，那动力学其实是解算的一个子范畴，或者说我们说 C4D 里面动力学是解算里面的一个子范畴，因为你还有很多其他解算，比如你说烟幕解算，好像跟动力学没什么关系。然后待会我们还会说到的一个 Gigot Deformer， 它其实不是一个变形器，是一个解算器，我们待会儿还会再详细谈到。好，那在具体了解了什么叫解算之后，第二个概念是解算的帧不一定是实际中不一定是你项目中设置的帧。如果你假如你解算的每一帧里面它只发生一次碰撞解算的话，有可能它会捕捉不到碰撞表面的一些细节，或者发生穿插，然后它在下一个帧的时候，它要去解决这个很大的穿插，它就会必须把这些点给推得很远。这样不断的错误累积下去，就会导致你的解算结果越来越混乱。所以所有的解算器里面都会有一个概念叫做 substep， 就它把一个帧里面再拆分成很多个子帧。比如你从第0帧算到第一帧里面，它可能在 0.03 帧的时候算了一次，在 0.06 帧的时候算了一次，然后在第一帧的时候又算了一次，所以它一帧里面可能发生3次解算，这叫一个 substep。OK， 你在 CloseTag 的 Expert 这里是可以找到一个叫做 subsampling 的参数，这个就是布料的 subset。那它在每一个子帧里面，布料解算主要处理的是布料本身和物体发生的碰撞，它并没有在处理布料之间的这些点之间的变化。所以我们布料计算它实际上是分为2个步骤。一个步骤是控制布料和场景中其他东西的交互，比如力之类的交互，或者跟碰撞体的交互。另外一个阶段是布料自身的迭代次数。这个布料的迭代就是 iterations， 它实际上是发生在每一个 substep 里面的。OK， 明白吧？所以你如果是从第0帧到第一帧里面，比如你有3个 subsampling。但每个 subsampling 里面它会计算100次迭代，迭代的计算对，实际上还是比较快的，它占时间并不会特别的长，大部分时间其实还是消耗在了力还有跟物体的碰撞这类其他东西上，所以你在调 iteration 调高的话，没有感觉到它时间是有线性增长，当然它是有增长，但没有它应该有的那么夸张。那在这里涉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 iteration 是怎么发挥作用的。那我们先重置到默认，默认的话就是1，然后我们开始播放，你会发现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拉扯，而且形状也很难看，上面的这些地方也变得越来越大。那如果我们看 iteration 的帮助，看一下它是怎么写的。它会告诉你说，这个参数基本上是在控制一个布料的弹性或者说拉伸度。然后后面就说巴拉巴拉巴拉，就关于历史上旧版本啊怎么样的。但核心的一句话是告诉你，这个参数在控制布料本身的易拉伸程度。那我在这里告诉你，这个帮助的描述完全是错的。好，它实际上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布料具体是怎么结算的。不考虑任何复杂情况下，基本上市面上所有流行的布料结算器都会使用一种叫做 spring 的概念。你可以中文可能可以叫做弹簧或者之类的，当然也有的软件里面会翻译成 constraint， 就是所谓的限制。在每一个 iteration 里面，比如我们考虑这6个格子的话，这里有一个点是吧？它周围有4个点，那它在下一帧的时候，这个点会受到外力的影响，就比如说重力，然后会受到碰撞的影响，然后它也同时，因为它布料结算，我们知道它理想情况下，如果是一块不可拉伸的布料的话，它是不会发生任何的拉扯的，也就是说它每一个点都会受到周围的点对它的一个施力。所以假如我们比如现在56帧这个点在这个范围内，如果这一条边非常的窄，这一条边也非常的窄，这2条边被拉伸的很长的话，那它57帧的时候，它一定会偏移到这个位置上，因为它要确保每一条边它都和它最开始的边的边长基本一致。这感觉跟算向量一样。有点像，它确实计算机图形学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涉及到向量的计算，但这个点它受到了周围4个点的影响，那周围每个点它也会受到它周围4个点影响，所以在每一次 iteration 里面，它要更新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对周围点和周围点对当前点的影响，它会对所有点都采纳进它当前的状态和它周围的点的状态，然后更新一下它当前点的结果。所以这里引入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这个点在下一帧里面它可以影响到周围4个点，它也会被周围4个点影响，那如果这个点它要影响到这个点呢，它必须要在2帧才能做到，对吧？因为你如果你一帧里面只有一个 iteration 的话，它这个点的作用力如果要往这个方向传递的话，它在下一帧里面只能影响到这个点，再过下一帧里面这个点会影响到这个点，也就是说在2帧之前这个点的作用力要过2帧之后才能够影响到这个点。那在现实中我们考虑一下，一块非常无法容易的拉扯的布料，你在拉整个布料上任何一个边角的任何一个点的时候，无论你把时间切得多细，它都会对整块布料上的任何另外一个点造成影响，对吧？所以这个 iteration 它的实际意思是在一个 step 里面，它会重复的算不同点之间的互相作用力多少次。那翻译成更加浅显易懂的语言是，在一个 step 里面，一个点它可以对多远的点造成影响。明白吧？那么在这里，我们的 grid 因为我们这个 plane 我们之前设置的，我记得好像是100乘100是吧？我们再确认一下，应该是100乘100。默认是20乘，默认是20乘对，这个是100乘100吧。所以正确情况下，理想的做法是我们希望在一个 step 里面，整块布料上任意一个点能够影响到它最远一个点，这个才是应该它 iteration 设置的数值。那在这里的话，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走一个 Z 字形，那么就等价于这个边长加于这个边长。所以我们的 iteration， 如果你希望整块布料都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联动效果的话，我们应该逻辑上来说应该是设置到200。当然，如果你设置到200的话，速度就会很慢。那么通常来说，你只要确保每一条边能够影响到它的最远对边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点，它如果要影响到它对边上的点的话，就是100。所以每一帧里面你都可以确保这里的某一个点，或者说最远边的一个点，它的力可以传递到另外一边。OK。那所以它这里的这个解释说它是涉及到它的弹性或者说拉伸度是不对的。iteration 其实是指在一个 step 里面，再重复一次，在一个 step 里面一个点它能够影响多远范围的点。OK。那我们如果现在设置为100的时候，很明显速度会变得慢了很多很多，而且视图操作也非常的卡。但是你会发现到20的时候，对它效果就非常的自然了，因为它会我们重新来播放一下，因为它的在每一个 step 里面，它的每一点的拉伸变形
都会迅速的传递到最远端的点。哦，这样就是对的结果。对，所以它的效果就会比较自然。当然你要更加好的话，我们刚才说到你可能要设置到200，但通常来说100是已经够了。这个前提当然是我们布料的resolution 是100×100。好，这一点好像没有多少个人提起，因为大部分人可能也不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是，对。所以你下次在用布料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 iteration 应该往哪个方向调。那实际中呢，逻辑上来说，你用100×100是 OK， 效果比较好。但如果你觉得25×25可以接受的话，那毕竟来说，如果是25的话，它每一个点大概可以影响到这个范围内。那它再过一帧，它又可以影响到这个范围内。通常来说，效果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 iteration 是1的话，它每次只能够影响到一个点，就临近的一个点，那它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拉伸和形变。这个效果也差不多。对，可以接受，但你会发现有一些拉扯不是很好看，是因为它没有完全的收敛。如果你要完全收敛的话，实际上你设置到200都不够，因为你在这个点影响到最远的这个点的时候，这个点的变形又会影响回来。所以在现实中的话 iteration 逻辑上来说是无限大的。当然对，但我们做 CG 是不可能考虑这个成本的，所以一个相对合理的数值，我是建议为，如果你要追求好的效果的话，你设置为一个相对合理的能够影响到的最长范围。如果你要省时间的话，你就把你需要的最长的这个力传递的距离，或者说点的数量除以2或者除以4。那我有个问题啊，如果这个它不是一个正方形的，它上面它点的位置都是乱的呢？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4边形是吧？对，你很难算出来是多少最好的。我觉得可以估计一下。对，你就是自己估计一下就好，因为这个其实 CG 我们说就是一个造假的艺术，你没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东西。大概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人工数是吧？1、2、3、4、5、6、7、8，你这样数，从你大概目测一个点要传递到最远一个点要走多少个步，然后你就把这个数值填进去，或者除2填一下。这个是一个解决方法。但是如果你做布料的话，几乎是只推荐用4边形，不去用什么三角形啊之类的。因为三角形它在做 Camouflage 算法做细分的时候会发生很严重的问题，它看起来不够顺滑。你说三角形是指里面的面是三角面吗？对，面三角形，所以推荐里面的面一般是用4边形的，因为厚的那个面。对，4边形的话，你在细分的时候，它会获得一个很光滑的结果。不好意思。这样的话，它会获得相对比较光滑的结果。OK。所以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就使用 iteration 就使用为100就好了。好。那调完 iteration 之后，怎么去的当然卡是一定的。那不过你可以看到它个力会传递的非常快。比如我们调为5的话，或者说调为默认的1，你仔细观察，你就会明白刚才说的力传递是怎么回事。我们调为1，然后它摊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它这个边缘是非常硬的，因为它的力来不及往外传递，它每一个针它都只能够往外传递一个距离，所以它整个拉扯下来的时候都是非常硬。但实际上布料是不可能会出现这种很硬的拐角，它一定是很顺滑的。所以你调 iteration 就是为了使得它的力发生尽可能远距离的传递。好，这个是关于 CC 内置的 Cloud。当然这个布料说实话我已经不怎么用了，因为它可控性比较的小。一个是它对碰撞的解算还是有问题，第二个是如果你想默认情况下它是没有考虑到布料和布料自身的一个碰撞。如果你要在 Expert 里面打开 Self Collision 的话，速度会它会卡很多。对，会卡很多很多。有一个变相的解决方法是你可以开一个 Self Repulsion， 这个的开关的作用是当布料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在这里设置点之间的距离。当布料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它会直接施加一个力，而不是去计算碰撞。所以它相当于布料之间有个互斥的力，会尽量的把布料之间
分开一点，那它就不那么容易的发生穿插。但这个它并不是做穿插本身的计算，它只是通过力的方式去尽可能的避免。如果你的物体运动的非常夸张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问题。神秘嘉宾来了。神秘嘉宾来了吗？什么神秘嘉宾？好，上外老师。哎，你错过了一个东西。刚听了一段时间了。好，这个是 CCD 布料自带的第一个布料解决方案。那它除了这里的力之外，它还支持少数的其他几个原来设计给 Thinking Particle 的立场，比如这些 Attractor、Deflector。Deflector 好像不支持，它在这里帮助里面有一个列表，你看 Expert 对下面的话，它只支持这几个立场。当然这个立场 CCD 的立场本来就参数比较少，控制性就比较少，所以反正这个东西有时候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我就真的没有一次都没有在项目中用过。据我所知的话 iXponsor 就是德国的那个公司，他们之前在做 Nike 的片子的时候有用到这个布料，然后他们会用Cloud Bell 把布料再绑定到一个 grid 上，然后你给不叫 grid 叫 plane， 然后你再就是用这个标签把这个绑定到这个东西上，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在空间中 K 帧，这样你就可以大概的控制到布料的运动范围。就是如果你想控制一个布料在空中的具体运动方向的话，那这个可能是最直观的方式。这个是还要绑几个点？还要绑定几个点？对，可以要绑几个点，但你可以在这里可以随便画一个顶点贴图，还可以 vertex snap。对，你画一个顶点贴图来大概的控制它的权重，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控制手段了。好，那这个是这个还挺好玩的，就这个 tab。对，它用途也不少了，也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不过它确实是限制性比较大。好，这个我们结束第一部分。不好意思，这个已经扯了45分钟了，我们要加快速度。然后第二个 CCD 内置的布料解决方案，是软体，或者说使用的是 Bullet Engine 里面的一个 Soft Body。那这个的好处就是你不用再撕掉它了。不好意思，我们还要在这里再加一个标签，对，有一个 Rigid Body， 然后要关掉它的动力学 Off。好，像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碰撞标签也关了。而且比较遗憾的是，因为 Bullet Engine 和 CCD 自己的那个布料是两套东西，所以它们两者之间没办法很好的互相交互。好，这个是第二个布料解决方案。默认情况下，当然这个就不是不是 Maxon 自己开发的，它是我们说的是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动力学框架。默认情况下它会，参数在哪里来着？是Flexion。如果把它改为0的话，就可以使它效果比较软，看起来更加像布料。那我们说一下一般的布料解算器它究竟是怎么去控制形态的。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普通的就是 CCD 自己的布料和Bullet Engine 的布料它有部分参数比较相似，比如在tag 里面都有 stiffness 有 flexion， 然后有 rubber， 有些参数不重合，比如这个 shear 其实我们刚才是在布料的帮助里面看到了，但是布料本身并没有提供 shear。然后有个 structural。如果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多人感觉他们看帮助可能觉得比较难理解，就好像每次调的时候都是瞎调，调着反正就感觉好像如果能够拿到自己要的一个形态，就这么得了吧，也不太清楚什么意思。那我们抛开这个帮助来看，说一下一般开发者或者说布料解算器它是怎么去设置几组抽象的概念来控制布料形态的。接下来我用的术语是用的胡迪尼的术语，就是不再说是 constraint 了不再说是 spring， 是用 constraint。所谓的 constraint 就是限制。那 constraint 它的目的是把不同的点用不同的方式给绑在一起，然后它在每一个 iteration 里面只会解算这一些 constraint， 而不会考虑别的东西。
也就是说 constraint 是放在 iteration 的迭代的步骤里面去结算的。第一种最常见的或者说一定会用到的 constraint 是点和点之间的距离，因为你这个布料如果是非常无法被拉扯的话，你要确保它的点间距离是恒定的，跟它初始距离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它的最常用的 constraint 是这个点距离固定，这个点距离固定，那它整块布料就基本上不可能被拉扯。如果在 C4D 里面的话，它会叫做 structural， 也就是说可拉伸性，就布料的可延展程度。然后第二种比较常见的 constraint 是它这里写的 shear， 也就是说在交叉这样绑。那这样绑的一个好处，或者说它的作用，很多人可能感觉比较抽象。有一种力叫做剪切力，或者是剪刀力。我们创建一个面片不带 segment 的面片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好，像这样子，然后我们 C 掉，在点模式里面旋转45度。好，就这样吧，算勉强45度。那这个剪切力就是我们来做变形的话，就它可以这个方向延长，或者说改成这个方向，就是它像剪刀一样，允许每一个四边形往2个方向上拉扯。如果你的剪切力是完全恒定的话，也就是说它没办法往这个方向拉，它就不会布料本身就不会有往类似于剪刀一样形状的扭曲。它跟 structural 是分开的，因为 structural 它只考虑，如果你不用剪切力，只用它这里的 structural 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它除了这个造型之外，它还可以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长的造型，它的整个布料就可以被拉成一个非常长的线条，是吧？所以你要维持布料相对来说还是四边状的话，它就必须要在对角上有一个力。所以这个是剪切力，是基本上大部分布料解算器都会用到的一个力。第三个力有2种的实现方式。第一种是布料的就 C4D 自己的布料实现方式。我们看一下它的布料帮助有没有这里没有有，就 flexion。第3种方式是控制布料的皱褶的，怎么说呢？还是用四边形来解释会比较合适。你再创建一个新的四边形，设置为11，好，按下 C。好，我们挤出这个边。假如你这个是布料里面的2个小小的四边形的话，如果你只有点之间的距离和对角线的距离的话，它无法防止邻近的2个多边形这样折叠，对吧？它可以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折叠。但是我们会有时候希望比较硬的布料的话，它的一个扭曲起来或者受到风扰动的一些形态应该是比较顺滑的，很少会有这种非常剧烈的折叠。所以它第三种力，也就是它这里的 flexion， 它做的实际上是隔开一个点，把这个点和这个点再用距离的方式绑定起来。如果这个边长是1，这个边长也是1的话，它如果只有临近点的力，它在每一个 iteration 里面，它都可以维持到每一个四边形的大小不变，然后也可以维持它对角线距离长度不变，但是它无法防止这个四边形这样子大幅度折叠到这个四边形。但如果你再加一条额外的 constraint， 从这条边连到这条边，然后将它的长度锁定为2，这样的话，这2个四边形就很难折叠了，因为你折叠的时候，你弯曲的时候，这个边相当于被压缩了，所以它又会往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给扩张，又把它给弹回去。理解吧？所以这个是 flexion， 这是第一种防止布料之间防止它临近四边形或者说临近面之间产生剧烈折叠方式。第2种防止产生剧烈折叠方式是动力学里面的 flexion。给我找它那个解释图。也是这个。那这种 flexion 可以看到它
并没有在两个点之间创建一条线段，它很像是在每个顶点上有一个扭矩，它直接考虑到了邻近边的折叠角度。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在每一个点上放了一个类似于磁铁，你可以理解为一个磁铁，但是只有斥力没有吸引力的磁铁。它在如果这个磁铁越强的话，它就会把两边的这个它临近的顶点越往外相斥，那它整个布料在宏观上看就越难发生折叠。如果这个斥力很弱，磁铁的斥力很弱，或者说不存在磁铁的话，那它们就可以折叠幅度非常大。明白？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那这个是 CCD 自己的第二个布料解决方案，也就是说用的是 Bullet Engine 的布料。第三个布料解决方案是 Collision， 这个其实应该也是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就在 Collision Deformer 里面，是这个。如果你把 Collision 先把这个碰撞给放进去。如果你在是哪个参数来着？如果我们先把这个布料往下移动，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的一个造型。现在是布料本身在排斥这物体，但它排斥方向实际上是按照法线方向来确定的。所以如果你把它的法线反过来的话，它就会往下排斥。那有的人可能已经意识到，在你把 relax 这个参数如果往上调的话，如果你调的数值非常非常夸张，比如直接调到500，看一下，它就会出现皱褶，就像是布料的感觉一样。对。但是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如果你调到，我靠，这个可能有点卡，我们还是调小一点，30吧，然后600面积调大一点。有的人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它这里会呈现一个类似于布料的形态。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你要获得一个布料感觉，其实布料的解算它是发生在 iteration 里面，就一个 step 里面，它会不断的去处理临近点之间的关系，不断的进行互相的排斥修正，直到整个状态收敛为止。所以这个 relax 相当于 iteration， 只不过它不再是由时间做参数，而是你直接在这里设置迭代次数。因为 collision 它是如果我们设置的，比如说它默认数值是4，那它在每一次 relax 的时候，它实际上只是把顶点不是每一次 relax， 而是它计算碰撞的时候，它是把顶点直接往外推，推完之后，所谓的 relax 就是在考虑临近点之间的维持原来的长度。比如如果你是4次的话，那它第一次它就会我们先调到1，然后调到0，那你可以看到它是直接往法线方向推了。那我们调为1的时候发生一点变化，是因为它开始对每一个点它都考虑要跟周围的一个点，因为它要维持一样的长度，所以它会产生一定的偏移。你看到这个点它因为受到这几个它临近点的影响，所以它往这个方向偏了。然后如果我们再调的话，它会影响到越来越广，所以这个参数实际上就很像是让任意一个点影响到最远距离的长度。但是因为它并没有考虑其他的力，所以你必须要把它的收敛就把这个 relax 设置的非常非常高，比如200或者500，然后它才会出现布料形态。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态？是因为你在不断的修正它的具体过程中，它边缘的这些点必须要往里面偏移，因为你这个总的长度是一定的。如果你的次数不够的话，5的话，实际上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是它的长度已经是被拉扯了，已经变得很长。对。所以你的 relax 在修正的非常高，比如到500的时候，因为它的点之间不断在修正之间互相影响的距离，它就会获得类似于布料的一个延展，因为你的点要维持一定的距离，它只能够往这个方向或者往上往下移动。OK。那这个方式来做布料的话，基本上你只能够用来凹一些竞争的造型。
而且控制因为它也不受其他的立场控制，限制性其实还是比较大的。但你有时候凹个造型啊，或者说你只是做一些竞争什么的，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是 CCD 内置的第3个布料解决方案。CCD 内置第4个布料解决方案，其实也是我自己最常用或者最喜欢用的是 Jitter。好，我们来讲到这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东西，叫做 Jitter Deformer。不好意思，是 Jiggle 不是 Jitter。对，因为我一直在想胡迪你的那个 Jitter。Jiggle Deformer。很多人看这个它放在这些变形器的原标签，那就觉得它这个应该是变形器。那我在这里告诉你 ，Jiggle 实际上不是变形器，它本身是一个解算器。我们在直播一开始说到解算的意义，就是说它每一帧都是按照上一帧的结果来推算出下一帧的状态，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先关掉这个所以你在这里看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类似布料的参数，比如 structure、stiffness 之类的，然后还支持立场。如果我们在这里加一些力进去，比如随便放个风吧，然后这个调大一点，然后播放一下，这个方向不太对，然后看一下它其他一些参数，这个解算长度调长一点。是不是要 C 掉？好像不用吧，我记得。对呀，下面调成0好像会好。是要 C 掉吗？我忘了。这个不用 C 掉。对，不用 C 掉啊，不用 C 掉的。对，你下面那个我没有开，只要我没有开 turbulence 啊。对，你没有开 turbulence。然后，好，然后你再可以看到开始很夸张的开始。加 for， 这样就好控制。对，你也可以加 for 什么的。然后关键参数很熟悉的字眼又出现了，是吧 ？iteration 就迭代次数。如果你这个迭代次数越高的话，你会发现它整个的或者说拉扯可以延展性会变得非常差，因为它的每一点都在考虑临近点。如果你数量很少的话，因为它没有完全收敛，所以它我们再调小一点，它就可以在某个方向上延展的非常长。这个参数，我打断你，这个参数怎么让它就是一直在滑动？听不清，你的声音有点糊。就是你这个参数 iteration 怎么让它一直在滑动呢？你怎么操作？就直接鼠标滚轮啊。鼠标中间滚轮啊。好吧，谢谢。然后左边的 spring 实际上是调整它外部立场的相当于一个总的乘积，就你大概要所有的力要多强的话，你可以在这里调强一点，那它扭曲幅度就会大一点。然后你可以很多人会喜欢 Jiggle Deformer 的用法是，比如先加一些什么别的变形器，然后在 Jiggle 再放在最下面，然后你就会再播放起来就看起来有一些回弹的感觉。那它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并没有真的在去做所谓的类似于跟其他变形器一样变形，它是在每一帧里面，它都在拿上一帧的结果来进行迭代，然后偏移到它的静止状态。比如这个布料的静止状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在前面有放其他的物体的话，那它的静止状态就是你加上其他变形器之后的一些扭曲这个不调了，还要调角度，好麻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 bend 每次默认角度都是不对的，一定要旋转。是的，最蛋疼。对，还挺蛋疼的。所以它每一帧，它在这里同时有受到好几个力的作用，一个是 stiffness、structural drag 就是空气阻力，还有这个 strain， 这个 strain 实际上就是将每一个点拖回它原点的一个力的强度。那你可以想象它原来的点是在这个位置。你在播放的时候，它到了这个位置，比如这个点，那它的原来点大概是在这里的话，这个那它在空间中就存在一个隐形的力，这个力不断的把每一个点再拽回它原来的点上。如果你把这个强度调得很小的话，那好，现在在播放。不对，是 stiffness 不好意思，不是 strain 是什么？就是它那个 strength 应该是 Jiggle 起作用的。对，不好意思记错了，应该是 stiffness。
如果你调为0的话，就相当于你完全打断了每个点和它原始之间距离的关联，那它就会这样持续的飘动下去。飘走了。对，就直接飘走了。但你可以再给它一点力，它又会被拉扯回来。你可以感受到有一个弹簧的感觉，那实际上它就是把这个每个点给拖回原来的点上。那我们之前在做华为项目的时候，实际上华为的布料就这样做。我们看一下华为的工程是这个。当时除了做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方案，但最后都没有采用比如有些凹了一些奇怪的一点造型，但最后用的是这个造型。选了这个布料，哎，布料为什么选不中？选中了吧？选中了。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一个 jiggle， 然后下面就是在一个 spline bar，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长条状的，然后再绑到一个曲线上，然后在这里 size 再去修改这些参数，比如手动的去控制旋转啦，就把它刚好凹到这个角度，这其实没有任何难的。那这个方法你做布料，逻辑上来说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你不可能这样去修改，它在顺着这个曲线变化的时候，这些，比如这些宽度你都不应该去改它。但是我们说 CG 是造假的艺术，你只要是看起来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场景的打光。你开的这个好像是金格版不是金格版。什么金格版？没有，我看后面你加了那个一把关，没什么。我还会加了 bevel， 还加了 low poly。没有啊，它只是显示这样而已。然后很多人对这个场景打光很感兴趣，但实际上这个场景打光真的不复杂。那在这里要说明一点是，你具体的学习某个项目里面某个场景的具体打光方式，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如果你再让我再重新去在这个场景再打一次光的话，我很可能打出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具体去研究说打光的细节，包括别人模仿这个项目的时候一定要在哪里摆一个什么样的灯光，这些都是很蠢的。重要的是你要考虑打光的时候背后的一些理念，还有当然一些小技巧，而不是某个场景具体的打光方式。因为你在以后的项目里面你肯定不会碰到完全一模一样的场景，如果这个布料的结构改动一下，那打光方式可能要差别很大。这个场景实际上很多人以为背景是合成，但不是合成的，就是一个面，然后在前面在这里再放了一个灯光，就是这里的这个蓝色灯光，这背面的一个蓝色灯光。那这个板的距离放的比较远的原因是防止这些灯光的光线影响到这个板上。现在没有太多特别奇怪的地方，主要的光源来自于顶部的这个大的面光。很多人一直都说你这个颜色怎么调的那么好看，但实际上这个颜色不是调的，它是一个贴图。这手机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渐变贴图。对，我们找一下这个你可以看到，哇，这边变，哎，能看到画面吗？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直播窗口是不是显示了你当前的这个。好，我们等一下你看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渐变贴图，然后再用摄像机投影的方式投上去。就是是真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很多人以为打光有很多很高深的地方，但这个其实不是我故意这么做的，因为它手机实物就是这样子，它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底色渐变色，所以并不是说我为了讨巧才是这样做，而手机本身颜色就这样子。然后另外打光的时候我们还是这个点一下播放吧。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顶光了。顶光有时候很多光源真的是打起来非常的棘手，你只要偏差一点，它可能外观就会变化很大，或者大一点小一点，它看起来都不对。那这个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技巧，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只能不停的去试，直到你试到你看起来觉得 OK 为止。还有别的可以讲的地方真的想不出来对，就打光的层次，但这个其实烧麦之前也说过，就是一盏一盏的去打，你要考虑
你希望这个手机它表现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你要考虑哪个地方要做一些勾边处理，那你就在某些地方再单独打一盏灯光。另外一盏很大的灯光就是这个背光，背光影响的范围还蛮大。关掉背光，看到会死很多或者平很多。一个是它打亮了这个底座的右边部分，然后就是这个布料的这个边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它勾了这个边，这样有一条很亮的紫边，看起来会比较的闪一点。那这个光源其实有染一个颜色，这个颜色也没有随便挑，因为它本身这个背面贴图它边缘就是紫色的，所以你再打一个紫色灯光上去的话，看起来比较自然，不会显得太过于奇怪。其他地方其实没有太多好讲的。我们看一下，如果有直播朋友有感兴趣吗？或者有对华为这个项目这个主要镜头打光有问题？看一下。好。另外还有就是说到这个烟雾，这个烟雾实际上是在胡迪里单独算的，算完之后，然后再放到 C4D 里面，就再用 Octane 渲染出来。原来渲染的速度比较慢，但现在有了那个 AI Denoiser 之后，像这种场景都会快很多。比如我们现在渲到2048，它都还是不干净的。如果我们渲版512的话，我们要在这里开一下 Denoise。先来解释一下这几个参数，很多人搞不懂。第一个参数是最小的 sample，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使用 AI Denoiser 的话，它必须要达到至少10个 sample 它才会启动。那很多人发现到了10个 sample 还不启动，是因为它默认勾向第三项。第三项是等你整个渲染结束之后，它才会开始去做降噪。这里的第二个参数渲染间隔的意思，这个单位它没有写出来，实际上是秒数。比如如果是20的话，就是每隔20秒做一次降噪操作，但你必须要关掉这个 Denoise on completion 才可以看得到，不然的话它就只会在结尾的时候它才会做一次降噪。好，有人想看一下你那个手机怎么打的光，手机的那个材质什么的。手机材质我们刚才不是看过了吗？不晓得，刚才又有人问这个。好，比如现在采样是512，那我们看到 AI Denoiser 的话就完全干净了，一个噪点都没有。不过如果有时候如果你采样不够多的话，它某些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斑块状的问题。具体手机打光是哪部分感兴趣？因为整个手机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顶光，然后其他的主要是不同的光在做一些勾边之类的操作，没有很特殊的地方。你看到在这里颜色和最终的颜色有点偏差，是因为后期有单独分离调色，因为客户有在要求说这个手机给它再偏紫一点，然后就是一些比如某个地方要再强化一下某颜色，这些其实都是后期做了一些操作，前期并没有做太多修改。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顶光，然后旁边的这个红色光源对手机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这个红色明光它只是打亮这部分，这里有一点，然后这个角露出来一点，但它对手机真的没有任何影响。然后其他的话也没有别的灯光了，就一个侧光、底光。有人想看一条玻璃布料的玻璃布料的材质是吧？这个其实就这个样子，什么都没有。看一下 index 就是 2.48， 只是折射率比较高而已。然后什么？是在那个 film width film 这里就有一点，因为这个其实也是随便拉的，拉到好看为止嘛。然后真的没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材质，主要还是打光上要慢慢的下功夫。就你要找到一个好看的角度，好看的光源大小，就比较浪费时间。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开始说。接下来说吧，因为这些内容不好。好，第二个是我们刚才说到 CD 内置的4种可以做类似布料形态的东西，当然另外一个是CD 一个著名外挂，就是
Xparticles 在 4.0 之后也加入了一个布料结算器。如果是你让我在 CCD 不做布料的话，我大概只会用 Xparticles 去做，那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控制方式，而且它的结算结果要比 CCD 内置的要稳定很多，速度也还不错。然后 Xparticles 在 4.0 里面做了非常多的改变，包括它一开始加入了一个 flip， 就是流体结算，当然它最初版本的那个 flip 算法上是有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它的那个流体效果一直都很诡异很不好。但是它在最近的一个大更新里面，它修复掉这个问题之后，它的 flip 计算基本上是正确的。然后它还有一个PBD， 就是可以算沙粒之类的效果，然后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我现在认为 CCD， 如果你还在使用 CCD 做很多重型操作的话， Xparticles 基本上是一个必备的工具。它除了做粒子之外，它还提供了全套的 Vertex Map 的操作工具。CCD 内置的对顶点贴图的操作实在是太有限了，你找不到太多可以控制的手段，除非你用你自己去连 Expresso 或者你用 Python 去写代码来控制它的顶点变化。那在Xparticles 里面，它提供了非常多跟粒子无关的控制工具，包括顶点本身这个所谓的顶点贴图本身的一些权重的修改。当然，你也可以让它来跟粒子或者说流体或者其他东西或者烟雾做控制，然后受到温度这类影响，所以它的整个玩法就会一下子多很多。那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是拿 CCD 当主要软件的话，基本上来说 Xparticles 是一个必备的重型工具。这部分那关于 CCD 内容就讲到这部分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待会儿再回过头来聊。然后现在开始讲其他软件里面那些布料解决方案。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 Marvelous Designer，Marvelous Designer。很多人会说，或者说听别人说 Marvelous Designer 是设计给就是做衣服服装设计的人使用的，只是它后来因为比较好用，就开始被 CG 的行业人使用。那实际上这说法不太对，真正的给设计行业使用的，或者说服装设计行业使用的那个软件叫做 Clo 3D。哦，没听说过。哦，差不多的样子看着。看起来比较像，因为他们两个实际上背后是同一家公司。这个软件才是真正的设计给职业的服装设计师使用的。它有很多的一些专门的工具是为了解决服装设计师在设计服装的时候碰到一些生产上的流程上的一些问题，而 Marvelous Designer 才是专门设计给 CG 行业使用的。所以但是它这两个软件它背后的算法基本一样，只是很多的一些细节方面和具体的操作功能方面的一些差异。但实际上如果你是看最终的效果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因为这两个软件它都用了一套底层算法，背后的开发者是来源于韩国的，是哪个大学来着忘了，反正是韩国的一个大学，然后他们的整套算法都是闭源的，然后你也查不到任何资料。这套算法的真实度是我目前见过所有的布料结算系统里面最高保真的，就是它算出来的细节褶皱形态都跟真实的布料非常非常接近，其他大部分布料解决方案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发生在皱褶的时候，因为现实中的布料它在弯曲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很硬的一些拐角，但你大部分的布料结算器都没办法做出这些很硬的感觉，它的无论你怎么扭曲，它的这些边一定都是软的，或者说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但是就是会跟真实的这些比较硬的皱褶会尤其是像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它在下垂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非常硬的一些拐角，像是纸张折叠起来，这些特征是给了布料像是真实布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你用其他的大部分结算器的话，你都非常的难获得这些效果。但 Marvelous Designer 存在了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灵活性不够。在里面你除了可以在视图里面拖拽之外，然后就是只有两个立场，一个是风一个重力，然后这些立场又没有衰减，也没有其他的控制手段，要么你就是
用一个多边形去控制，它的灵活性其实甚至都还没有 CCD 高，你没办法对它的点的顶点控制，而且你没办法在里面做一些硬表面建模，或者说快速的跟布料交互，所以你每次要试图扭一些造型的时候，你必须要依赖其他的软件，比如 CCD 在里面先做好一些基本动画，然后再导入到 Mauer Designer 里面，而且它的整个设计流程，因为他们背后的开发者并不是 CG 行业的，所以有些视图上的操作大家就是觉得用起来有点怪，不过它现在在用户体验上还是在努力往这个方向解决。它本身来说性能非常好，效果一流，至少我没有看到过更好的。如果只是做一些凹一些造型，或者说你只是做一些角色的服装设计，可以考虑。如果你是想做非常高的定制化的效果，用 Mauer Designer 可能会比较的困难。OK， 我们之前在做华为那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是有，我记得好像是有2个镜头有用到 Mauer Designer。看一下是，好，哎，是在哪个地方来着？有一个，哇，这个声音好大。好，好像就只有这个镜头用到 Mauer Designer。后面这个也用到了，就这个快速旋转镜头，就这个，还有这个镜头。那为什么这2个镜头要用呢？其实也没有为什么，就是用了。当时因为在测试不同的做布料的方法，然后就每个镜头都在试不同的方案，只是刚好说这个用了就用了。那当时计算的时候，计算结果，因为它 Mauer Designer 它原来算出来都是3角面，到后来是加入4边形，不过4边形并不是特别整齐。然后3角面，我们说细分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一个是形态会比较诡异，因为它会有一些3角面其实不是很适合 Camo Clock。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 Camo Clock， 这个算法是几乎是所有软件都在使用的标准细分算法，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变种，比如 Loop Edge， 但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算法。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相关的资料。那你在做多边形建模的时候，你可以在大脑里面，你可以只要看到这个多边形，你就会能够很直观的直接想到它大概细分之后，它的这些面和边的流线步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其他话题，就岔开了。所以当时一个是细分之后形态非常诡异，然后很多边缘有穿插，所以这个 Mauer Designer 算完之后，我又放到 Houdini 里面，再把它改成非常标准的方框，像这种的4边形，然后再在 Houdini 里面再做2次的这个边缘碰撞计算，用的是 VDB， 再把这些顶点再推出去，然后再做细分，才能够获得一个没有穿插的一个布料。反正当时做起来还挺麻烦的。如果你现在问我再让我做一次的话，我可能这条片我可能大部分从头到尾都用 Houdini 17自带的最新的布料解算器去做，而不会再用其他软件。好，这个是 Mauer Designer。如果是用 Maya 的用户的话，其实当然你可以一直使用 Anclock。Anclock 是 Maya 自己的布料，这个是历史非常悠久，而且是泛用性非常高。原来你看 Mama's Machine 他们很多 Nike 的片子做布料其实都是用 Anclock 做的，因为用起来总体来说至少要比 CCD 内置的我们刚才提到4个布料解决方案都要好，都要友好。好，这个是 Maya 用户，当然Maya 我只用过几次，用的不是很多，所以就不深入讲了，不敢班门弄斧。然后我们最后讲的是 Houdini 的布料。Houdini 在17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更新，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解算器叫做 Vellum。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SideFX 的官方宣传视频。好，这个是演示。Vellum 是在17之前的话 ，Houdini 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布料解决方案。第一个叫做 PBD。PBD 是一个
它全称其实就是 Position Based Dynamic， 就是基于空间中点的位置来计算的一个动力学框架。这套框架是是这个人提出的，这个人真的非常厉害，他现在是 NVIDIA 的研究员 Matthias Müller， 他提出了非常多这种很底层的算法。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改进的模型叫做 XPPD。PPD 的包括你在用 Xparticle 的话，里面你也可以找到PPD 的一个解算方式，主要是用来计算沙子。那整个 PPD 的核心思想是将所有在 PPD 框架里面处理的东西全部都当成点来看待，或者你可以理解为将所有东西都看成原子来看待，或者说粒子。比如如果是布料的话，就是将每一个顶点都看成一个粒子。如果是水的话，有一个叫做 PPD 流体的东西，就将每一个水的水分子都看成粒子。如果你是做钢体计算的话，那就把整个钢体物体用粒子给填满，对，用沙子来填满。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用同样的数据模型去描述它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同一个 PPD 来处理几乎所有东西。你可以拿 PPD 来算沙子，你可以拿 PPD 来算布料，你可以拿它来算水，你可以拿来算其他乱七八糟，比如绳子什么东西。而且所有这些东西之间都可以互相交互，因为它被统一在整个框架里面了。不像是很多软件里面，比如你在 C4D 里面，你Xparticle 或者说你布料，你就很难跟那个 Turbulence FD 的交互。不同的插件、不同的解算之间都不能交互，因为它并没有共享同一个解算空间。所以在同一个解算框架下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用同样的模型去描述世间几乎所有的物体，就万事万物，除了烟雾这种气体之外，你都可以将所有的东西都抽象为粒子，然后当成粒子来处理。胡迪尼原来的 PPD 是比较原始的 PPD，包括那个华为的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布料，我记得好像最后这2个镜头应该是PPD 做的，但我也忘了。然后后来还有一个OnePlus 6 Red， 整个项目里面所有的布料都是用 PPD 来做的，胡迪尼的 PPD 结算。那胡迪尼 PPD 因为它只是把每个点都当成沙粒来看待，所以当时做的时候，我就是手动的引入了我们刚才说到那些 constraint， 就是在不同的点之间，我们用线段把它绑起来，强制来计算它的点和点之间的距离。所以你在这说你还得在胡迪尼自己加入那些，对，它原来没有的，我都必须要手工去创建所有的这些点之间的绑定。所以有些计算结算起来就是量会很大，但是胡迪尼性能还可以，所以它整个效率还是可以接受的。总的来说，而且因为灵活度很高，那当然它就没有 CCD 那么方便，因为 CCD 这些东西给你扒一个开关就好了。但你在胡迪尼里面的话，你就要自己创建点和点之间的联系，这是旧的 PPD 系统。新的 Vellum 实际上也是 PPD， 但是它叫 XPPD， 不是 XPPD， 好像是 XPPD 吧。这个同样是这个研究员，他后来发表的一个改进的框架。XPPD 总的来说就是更加稳定，然后在处理很多极端情况的时候效果更加好，并且胡迪尼时期的 Vellum 速度会比原来的 PPD 快很多，因为它整个 Vellum 是在主要的计算环节是拿 GPU 来结算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GPU 结算器来看待，当然它有很多其他环节还是放在 CPU 上去处理。这个是这是胡迪尼里面2种不同的布料解决方式，另外一种就是用 wire， 就是胡迪尼里面算线的一个结算器。那我们刚才说到布料实际上它核心部分就是点和点之间用不同的 constraint 绑起来嘛。那如果你把这些 constraint 就当成只有一个线段的线的话，你就可以先把一个网格转换成一个线段和线段之间相连，然后把整个网格丢进这个线里面算。那你获得最终点的位置之后，你再转换为原来的网格上，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类似布料的运动。然后另外一个是FEM 这个解算器。FEM 这个解算器精度非常的高，但是它速度极慢，因为它是
模拟现实中的它是按照现实建模来描述物质的。比如它最早实际上不是设计给布料，而是设计给一些固实物体，比如说海绵啊、或者说气球啊之类的。它是在一个物体内部，它不仅在表面分布了很多点，它内部也分布了很多点，然后在内部这些点之间，相当于点和点之间，它会构成一个四面体。明白吧？所以它相当于把任何物体都用这些密集的四面体去填充。所以它每一个步骤在计算的时候，它计算的实际上不是点，而是计算是四面体本身的形变情况和压缩情况，然后再考虑力的反馈。这个模型非常精确，而且它有一个巨大优点是，如果你的四面体设置的很小，也就是说你的解算分辨率非常高，和你的四面体设置的比较大，就是解算分辨率比较低的时候，它外观形态几乎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比如你在 4D 里面用布料的话，如果你把plane 的纵横的这个细分数量你设置的，你可能你一开始可能是在20×20下工作的，然后你后来想拔高精度拔到100的时候，我靠，你算出来发现世界都变了，是吧？整个造型完全不一样，经常会发生问题。那 FEM 就有这个优点，那它的缺点就是速度极慢。我之前在 NPC 的时候，作为一个现在还没有公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影导演的项目。在里面我负责了场景中所有数目的结算。那所有数目我其实就是用 wire 去算的。这些数目原来是在 SpeedTree 里面做好模型，然后导到Houdini里面，因为需要跟场景中其他东西做很精细的交互，我就把树枝啊、树干啊这些东西都抽象成了线条，然后再用Houdini的 wire 计算器去结算。有一些复杂的地方，如果你把线条和线条之间再绑起来，而不是单纯线，比如你绑成一个三角或者绑成一个四边的话，那动起来就会非常有像布料的感觉。另外我们公司用的还比较多的一个是 Carbon， 这是第三方开发的一个插件，这是一个几乎是写给 Houdini 专用的一个布料结算器。Carbon 的一个比较尴尬一点是 Houdini 17的 Vellum 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人再用 Carbon 了，因为它已经几乎完全替代了 Carbon。但 Carbon 它算布料还是要比 Vellum 要稍微快一点。比如我们看一下 NPC Vimeo， 原来有一个我没有参与的一个，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项目，是用 Carbon 算的布料。哇，最近添加了好多视频。对，他好像几天前，我靠，爆假。我靠，我当时想看一下 Vimeo 的 feedback，然后全都是 NPC， 刷屏了。我就不想看了，然后关了，全都是刷都没刷到其他的。有一个叫，他能不能说到是这个 EasyJet， 对 EasyJet， 这个还是比较好玩的一个项目。看能不能放出来。我把这个地址放到小群里面。其实我自己平时没事干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收集不同大公司的这些东西。然后所以这片子里面出现的这个角色，其实是我们公司一个员工，就是直接在办公室里面直接扫描了。可以。生日礼物吗？扫描。这都三维的是吧？对，都三维的不是人是实拍的。你看到刚才有个人在扫描它，然后就把它丢进去了。加个这样的材质的。对。布料好像是在布料是这一段，是在Houdini里面算的布料，这个是 Vellum 算的。
不是，这不是 Vellum 是 Carbon， 不好意思说错了。这我刚才说到那个第三方收费的布料结算器，那它的速度还是比 Vellum 要快。不过 Vellum 出来之后，因为灵活性要比 Carbon 要高很多，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用 Carbon， 那收费还是比较贵的。就刚才这一段，哇，工程量特别大呀，对，很多人一起做。而且我们做这些项目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太允许去做 keep batching， 所有东西都是要从头做起，或者就是从历史中找。就是说他那些照片也得自己实际去拍是吧？对，素材我们都是会有专人去拍，专人去帮你们解决，就不用网上的，虽然要收费。网上可以用，但参考的话，也只是用来参考。不过很多时候导演他要某个很特定的地点的一些效果的话，对，你就只能够去现场去采集。当然，这个 Carbon 它也被很多大型的工作室，比如梦工厂啊什么的，都在用来做包括角色的布料计算，还有一些渔网什么这些效果。那速度很快，然后效果还可以。不过倒是真的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找到效果可以好过 Mauer Designer 的。就如果是纯粹算布料的话，这个是胡迪里面的一个第三方的方案。然后最后我们来看还有一个方案，差点忘了提，是 NVIDIA 的，叫做 Flex。对，这东西是你必须要用 N 卡才可以。它是独立软件吗？它有独立的软件，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解算框架。这个解算框架是完全基于粒子的，当然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PVD。它可以算很多东西，它还可以有一些烟雾什么的。不过它大部分人主要是用它来算布料啊，或者说粒子啊，或者说流体啊，你能看到绳子啊什么都可以算。这个东西因为它不是开源的，但是它整个框架 API 都放出来，有很多的第三方的实验方案，包括 Cinema 4D 里面也有。这速度非常非常快。看一下，应该在哪里能够找到？应该是叫做 Uniflex， 这是 C4D 的实现，是一个第三方的开发者，他把 NVIDIA 的 Flex 给植入进了 C4D 里面，用这个插件的形式植入的。速度巨快无比，飞起来基本它的速度比 Mauer Designer 还要快。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关于布料的核心的部分其实就是 constraint， 所以你在用这个时候你会碰到很多很熟悉的参数，不需要进行过多解释。有兴趣的CCD 用户可以玩一下这个东西。胡迪里面也有，而且胡迪里面是一个非常牛逼的高手做的。这个作者他在加拿大的好像是 Mr. X 吧，一个特效公司叫做 MixX 里面，这个人极其疯狂。他在这个项目里面，他把整个 NVIDIA 的 Flex 框架植入进了胡迪里面，并且开源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在 GitHub 里面把它下回来，然后安装到胡迪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是钢体，然后软体，什么东西全部都用粒子来表示。之前好像有哪个项目？对，有一个我们年初的时候做了一个冈本的项目，冈本003，我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视频。Project Okamoto 003 Final。好，这是年初做的一个冈本的项目。主要是片头的这部分，这个压下去再弹起来。当时我就是在测试 NVFlex， 所以这块的布料交互其实是用 NVFlex 来做的。不过最后这个模型导出了 Alembic 给了侯瑞来渲染。这条片子其实之前好像网上应该是没有放出来，但之前有在朋友圈里面。有放过推广过一段时间。那如果在看直播或者说看录播的朋友，如果你在朋友圈里面没有看到这条片子的话，你应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没有看到这条片子？我也没看到，怎么办？你比较
对你比较清心寡欲，这个比较例外啊。哎，怎么会？哎，怎么会没看到？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应该是随机推荐的吧，不是所有人都看。对啊。他其实按照用户群体来推的。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所以没有说到这片子的朋友可能要反思一下，为什么自己没有看到这个片子啊？然后这个是当然这个速度也很快，不过速度真的巨快，但是出来 Venom 之后也基本上不怎么用了。然后最后我们直接开胡迪尼来看一下胡迪尼的 Venom。哎呀，这个启动要花一段时间。哎，我问一下，那个 Drawbox 你现在是1TB 对吧？哈？那个 Drawbox。Drawbox 怎么了？你的大小是多大？一 T？ 对，1个 T。哇，就是当它升级到3个 T 的时候，它不能单独升 Plus 升到3个 T， 你必须要购买其他的版本。还有3个 T 的版本吗？没有3个 T 版本啊。有啊，有那个 Business。不是你我们可以考虑合购一个那个就是Business 好像不是啊，叫 Team 还是什么，反正它有一个升级方案。在往上升的话，不是3个 T 是无限容量。哦，就是1个 T， 然后往上就是无限容量。升了以后，他把我Box 的路径改了，里面所有文件全部路径全部都变了。啊？然后不会吧？然后就崩了，然后就崩溃了，然后我就崩溃了。有那么可怕吗？对，因为它变成 Team 了，所以你的文件就变成你的 Dropbox 你一个子文件夹了。哦，你可以再移动回去的，应该是可以移动的。我只问了一下，你有遇到过没有？好，没有啊，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是胡迪尼时期。现在我在公司里面，我基本上我已经不用 CCD 了，我一直在用胡迪尼。然后我个人做项目的时候，我 CCD 也用的越来越少了。CCD 的视图操作实际上还是要比胡迪尼要来的舒服。不过很多时候就是所谓的我们上次说到的软件天花板问题，很多效果你就是差那么一点，然后就是因为软件本身的限制你做不出来，或者说你要实现的效果代价过于高昂。很多时候碰到这种问题，那最后就干脆强迫自己去习惯使用胡迪尼。当然胡迪尼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比如如果你只是做平面或者做概念设计的话，很多时候胡迪尼对你来说就基本上没有用，基本上你只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效果才会使用到。好，我们摁一下。对了，如果是有朋友我们上次有说到一点点关于怎么学习胡迪尼的问题，如果朋友还有疑问的话，可以看 Great Markets。我在上面当时他们之前对我有一个采访，然后我在上面有详细的讲到2个软件之间的对比和区别，然后包括怎么去利用 CCD 的概念来理解胡迪尼和一些之类东西。如果你是对胡迪尼本身有非常多的疑问的话，看完这篇文章，我相信会解决大部分人在学习胡迪尼的时候跟我当初碰到的最核心的那些问题，应该都会在这篇文章里面有解释到。然后具体详细细节我们就不说了，留给大家回去慢慢看。好，直接来看一下 Vellum。胡迪尼在16之后，它的整个软件的开发方向就在往着越来越傻瓜化的方向去做。当然所以现在如果你不会使用不会编程的话，你用胡迪尼也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举个例子，我们之前有一次做某个项目的时候，收到一个极其恶心的模型。那个模型我们是问那个客户要的，然后客户呢问上一家制作公司要的，然后上一家制作公司在给那个模型给我们之前，他对这个模型做了一个操作，就做了一个细分的操作，然后细分了4、5次，然后再 C 掉，然后把这个模型给我们，这是手机模型。当时我们打开那个文件的时候都看呆了，顶点大概有几千万个顶点，然后拖起来极其卡顿，哇，整个人真的是整个人都崩溃了。那幸好胡迪尼多了一个东西，叫做poly reduce， 不是叫做 reduce 吗？对，叫做poly reduce。
比如我们现在假如这个是你在客户收到了一个模型，我们再细分一次，细分5次。哦，这个速度有点慢。好，现在你可以看到大概有300万个顶点。然后如果这个东西拿来渲染或者拿来做贴图、上材质什么的，都会非常可怕，因为速度极慢，精度极高。我们当时收到的那个模型比这个还要夸张，好像一个边框就已经几百万个顶点了。然后凡是能细分的，它都给细分了，基本上就是不让我们好过的意思。对。反正我们当时收到模型之后，很简单，只要把这个模型先导入到 C4D 里面，然后在下面追加一个 poly reduce 节点，也要点击这个 preserve quotes， 点一下，它会先开始进行一轮的分析，然后这个参数就是让你选择保留多少的百分比，就是多少多边形的百分比。然后先等它先处理过一轮先。好，处理完之后，如果我们只想保留10%多边形的话，就选10，看到它开始疯狂的进行运算了。稍微等一下，看一下它的处理结果。因为我们在 CD 里面有用过类似于 Remesh 或者说剪面之类的，效果一般都很糟糕。但是 SideFX 他们的程序员或者说里面有人 title 叫做科学家，你们看科学家研究出一套算法来剪面的同时去维持4边面的拓扑。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剪之后它还是维持比较好的线段，但是你会看到它长宽有点问题。然后它这里有提供一个参数叫做equalize length， 就是让它的长宽比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它默认数值非常非常小。我们改一下，然后让它再重新跑一轮。这个也太厉害了。对，它会变得更加干净。这个速度真的有点慢，因为点数比较多，不好意思，让它稍微等一下。80%了。好，7。好，要稍微好一点。但这里还可以再调，那我这里就不动了，因为再动的话它会计算下去。但是我可以把这个 percent to keep 再调小一点，然后它会继续往下减。哇，这个软件没有挂掉吧？没有挂掉。我们要这个有点夸张了，我们可以稍微保留多一点。如果是你碰到这种模型的话，你在剪完第1轮之后，你可以再连一个 poly reduce， 然后选择你要的一些固定硬边。这样的话，它会就是保留部分的边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让它再继续剪这些比较细节的面，就是这些更加细的地方。这样剪下来几轮之后，你可以剪到剩下大概是1%左右的线段。当时我们拿到那个模型，最后从几百万个顶点，我们剪到了好像是1000多左右。那这模型就相对来说比较好操控，而且你剪掉了模型，你再去细分回去的话，也还是正确的。这个细分次数还是太夸张了，我们再调小一点，看会不会好一点。这个把这个等边我们调到1，所有边缘基本上长度都会尽可能的相等。感到好奇好一些。对，然后你可以刚才说你可以再追加一个点，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拼注一些比如你要保留的点，这样它就只会去剪这些更加多比较密集的部分区域。所以这个工具实际上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导入一个很复杂的模型，然后选择 poly reduce 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然后还是说回我们刚才说到的提到 Vellum， 这里刚才岔开了一会儿话题。先放一个 grid， 我看一下，调一下这个界面，然后选 Vellum， 可以看到它这里有非常多的节点。Vellum 实际上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结算器，它有非常多的参数。如果你要手工配置的话，极其的复杂，极其困难。
但是好在呢，它Houdini 的官方它把很多 Vellum 的一些常用的东西都整合成这些节点，所以你用起来之后就会简单很多。比如你要把这个 grid 改成一个布料的话，你就要选择这边的 Vellum Cloth 连起来，然后它就会，你可以看到它会自动帮你连起这些对边线。我们可以改为100啊，不是这个，不好意思，是100。好，这样我们就获得一个基本的布料。然后这个布料要怎么解算呢？再选择一个 Vellum Solver， 然后直接连下去。那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节点它有3个输入端口和3个输出端口。如果我们创建一个 node， 然后我们激活这个 node 的话，就可以单独的连到这里，可以看到经过这个节点处理之后的布料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但它有一些属性有改变。第2个端口输出的是 constraint， 也就是布料它究竟加了什么额外的限制力，我们可以连到第2个端口，可以看到它对边线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剪切力，它如果加了这些线的话，这个4边形就很难发生菱形的形变。然后第3个是碰撞物体，就你要作为一个要放一个什么样的物体作为碰撞。我们在这里可能又要超时了，还尽可能讲完吧。比如我们把一个圆作为一个碰撞，还是最经典的一个设置。放下一点。好，把这个作为碰撞体连到第3个点里面，第3个输入端口。那这个是经过 Vellum Cloth 处理之后的物体，这个其实就是做一些参数初始化和添加 constraint， 然后这个就是解算器。好，然后我们点 play 就可以开始算了。你看到100乘100，速度非常快，就比 CCD 要快很多。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它的 constraint 是100，就 constraint 本身已经是100了，而且它还已经带有了布料之间的自碰撞，是不会穿插的。哇，比 CCD 好了很多。对，另外一个 CCD 动力学或者说解算的一个问题是，它不会缓存历史，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朋友在 CCD 里面用动力学习惯拖时间轴。那一拖的时候，你可能在一边拖一边改参数，比如你调的时间非常长，然后你再从头放的时候，发现不一样了，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到解算是依赖上一帧的结果来算下一帧的结果。如果你拖得很快的话，你实际上跳过了很多的中间帧，比如你从第0帧开始用动力学算，然后你直接鼠标点到30帧的话，它实际上你现在在视图里面看到，如果有动力学的话，你实际上看到的结果应该是第1帧的结果，因为你已经跳过了29帧的范围。所以你拖时间轴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方式，你会略过很多重要的中间解算环节，尤其是在涉及到像是碰撞的时候，如果你拖时间轴的话，在 CCD 里面会产生非常多的错误，你必须要用 catch 的标签把整个动力学 catch 起来，然后再播放才会比较准确。往回拖也不行，因为你CCD 并没有记录历史记录没有默认情况下没有缓存，如果你没有 catch 标签的话，那Houdini就不一样。你每次在进行任何的 simulation 的时候，可以看到这蓝色范围就是它已经存起来的数据，它已经缓存起来了，直接存在内存起来，所以你播放起来非常的快，而且不会有任何错误。如果你点击到后面的话，它一定会确保一帧一帧的往后算下去，它不会跳过任何一个关键帧，所以你这样算出来的结果一定是对的。然后我们刚才说到，因为 Vellum 是一个通用的解算器，所以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我们不用这个 sphere 我们再先把这个布料的4个角给固定起来，我们再添加一个 Vellum Vellum constraint 为什么没有？怎么不见了Vellum constraint 然后我们连到这里。当然现在这2个节点的连的顺序无所谓，因为它们只是一步一步不停的往这个布料上去加一些新的限制和新的属性，所以它们之间并不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你把它交叉过来可以。然后这个 constraint 我们选择的方式是 pin to target， 就是固定点，然后
点的类型，我们希望固定的是顶点的类型，然后在视图里面可以挑选这4个顶点。好，挑选好，按回车确定一下，然后开始播放，就获得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效果。那我们刚才说到，因为它是一个通的计算器，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其他有意思的操作，比如我们可以再创建一个 sphere， 然后改成多边形，然后我们再用在 velum config grains 点确定。然后勾选第一个，它就会把一个球改成一堆的沙粒或者说粒子，这个是粒子的 constraint。然后我们将这2个东西合并起来，看一下效果。先把这个球往上移动一下，它现在在跟布料重叠了，往上移动。移动的时候我们用到是 merge 节点。第一个输出端口，我们刚才说到这是物体本身；第2个输出端口是 constraint；第3个输出端口实际上就是碰撞的多边形，所以我们要第一个端口这样连起来，然后再用一个 merge 将它们第2个端口连起来。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端口这个就是两个节点流输出的第一个端口的样子，这是2个节点流输出的第2个端口样子，这些就是我们用到的 constraint。然后第3个端口，因为现在没有东西，所以你连不连都一样，我们就不合并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计算器的第1个端口和第2个端口分别这样连起来。好，然后我们开始激活计算器，然后再算，就直接获得了沙粒在布料上的延展效果。像这个你在 CCD 里面做起来就非常的困难。当然你还可以设置这个沙粒的重量，比如改为1，就会下坠的更加多一点。好，像这样子。当然有关于布料的参数，你就要在这里调，比如这个是 stiffness， 就是它的我们刚才说到 constraint 之间的拉伸强度，如果这个数值越少的话，布料就会越容易延展，这是布料本身的弯曲性。其实其他的参数你只要多试一下就可以，看起来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可怕，但你用多了你就觉得其实也就那样子。还可以做什么别的东西呢？还可以跟绳子交互，比如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绳子，方向设为-1 0，然后长度我们设为5，这个是顶点数，我们要多一点顶点，好像这样子。然后再用一个节点叫做copy and transform， 这个很像是 CCD 里面的 cloner， 就是拿来复制物体的。好，我们往这方向移动，然后这个是数量，然后再用 velum config hair， 这其实是毛发，但是你可以拿来算绳子什么的。然后我们同样的，只要把它合并起来，第一个端口跟第一个端口合并，第二个端口跟第二个端口合并。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端口的结果。好，这个好像位置要稍微改一下，看一下移动到，哎呀，这个我不是很喜欢的固定点就是这点，它的这个视图操作比较的不舒服。长度再设置长一点，可能是到15吧。好，那这一层，第一层是布料，第二层绳子，第三层沙粒。只要回到第一点，激活计算器，然后再算。你可以看到，它虽然是不同类型的物体，但是速度还是很快。哦，这个 hair 是要设置那个，它有一个粒子半径我找不到了，这个是在哪里？一直找不到了。如果你设置好参数的话，它所有的物体之间都是可以正确的互相交互的。当然还有刚才忘记漏说了一点，就是 CCD 的
自己的那个 claw 解算，没有压力，所以如果你想做类似于气球啊这样的效果的话，你只能够用软体，也就是 Bully 里面的 soft body 来做。但 Vellum 里面对于类似这种软体的东西，它提供了2种解决方案。我们再加一个新的 sphere， 再混合进来。Polygon Vellum， 为什么老是显示不出来呢？一个是 soft body， 还有一个是 balloon。balloon 的特点是它可以压缩。我们直接看那个胡迪尼官方的宣传视频可能会比较好，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Go Procedural， 胡迪尼每一个版本更新都非常非常多，然后他们几乎从来都没有在怎么说挤牙膏是吧？不是这个，应该是改名了。胡迪尼17的，可以看到这个 Vellum 布料解算效果，然后，哎呀，点错了。它背景在放，应该有个宣传视频的，我来找那个宣传视频来不是这个，Vellum Overview， 17，为什么找不到了？找到了 ，Sneak Peek， 这是胡迪尼17的宣传视频，中间，你看它17主打的其实就是布料效果，所以它整个启动画面啊，包括背景都变了，包括现在动物的毛发全部都是用 Vellum 结算的，线段数非常多，但性能都还可以。就整个狮子身上的所有体毛全部都是用 Vellum 算出来的。然后是，这里有一个 Vellum， 你还可以在胡迪里面做服装设计，这其实跟 Marvel Designer 没什么区别，但 Marvel Designer 你做起来手感还是会好一点。但是它这个包括多层之间的皱褶啊、重叠啊都非常的稳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你看还有这个破裂效果，包括你能看到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工具来分析布料的一些变化情况，像这个就是多种间交互，包括绳子、比较硬的这些软体，还有布料，这个沙粒和带子，这个是带压力驱动的，看到吗？这个效果其实你在 CCD 里面实现不了，因为它要维持里面恒定的气压体积。那在胡迪里面就可以做到，包括像这个蜘蛛网之类的，现在做起来都会非常容易，很粘性。包括这个是 Vellum 的做草地，这是塑性形变，就是锤子压下去之后，它会维持固定的形态。还有这是马的毛发运动。基本上胡迪尼17 Vellum 应该是最重要的最大的更新别的好像后面的是其他的功能就不看了。我们再继续玩一下。好，演示完最后这个我们就直接开始抽奖我们这直播还有一个抽奖活动天哪，已经2个小时了，要加快速度。好，这个东西我们把这个沙粒我们再放高一点，然后留一点空间给这个球体。好，再播放一下。可以看到所有不同物体之间的交互都是正确的。并且用起来真的很简单，只是你可能不熟悉，看起来可怕，但实际上就是第一个是配置布料，第二个是配置沙粒，第二个是配置线，第三个配置线，第4个配置球体，然后只是用 Vellum 这些初始化的节点加上不同的 constraint， 然后就连进 Vellum Solver 里面就可以了，其他参数几乎都不用改，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试一下。实际上胡迪尼现在的门槛真的没有那么高。那最后我想分享一点这几年学习不同的软件的心得，就是我其实逐渐有形成一套快速学习不同软件的方法论。很多人一直问我说怎么快速学习某个软件？那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一点心得。第一点很重要的是，我非常的不推荐大家去看那些教你一步一步的去怎么摁按钮或者怎么使用某个软件模块的那些教学。我觉得学软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理解这个软件开发者的设计思路。你要想他设计这功能的时候，他是希望自己的用户怎么去使用自己的软件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软件本身的一个交互逻辑。比如我们如果用 CCD 来做对比的话，CCD 我们在使用软件的时候最常用的其实就是创建多边形，然后对多边形进行修改，这两个是几乎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操作，对吧？那在 CCD 里面，创建多边形的话，就是这里的这些一堆基本物体，然后你可以按 C 掉就转回可编辑多边形。然后对多边形进行修改的话，有两种操作，一种是用各种建模工具，第二种就是用不同变形器。如果是对程序化建模的话，就是用变形器来操作。而变形器是一种独立的物体，是放在物体下面，或者是这样或者是这样的摆放方式。那一般情况下，比较常见的是放在物体下面。这个是 CCD 里面的操作逻辑。然后我们看 3ds Max 里面操作逻辑。3ds Max 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堆栈。3ds Max 看能不能找到 stack。3ds Max 还是看图片吧，现在没有装 Max。3ds Max 如果你在创建一个物体之后，你要添加类似于 CCD 这样多边形的话，是在这个堆栈栏里面选择不同的堆栈修改器来添加到物体上。那它和 CCD 有什么区别？第一个是 CCD 它把程序化变形的操作抽象为了一个物体，这样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有很多的你所有的变形器它都有一个统一的坐标面板，然后它的操作方式都非常类似，并且因为它是物体，它具有很多跟物体一样的属性。你可以对于多边形同样使用其他的一些东西去限制它，比如使用 constraint 使用 target 这些东西来修改多边形来修改变形器本身，因为变形器本身被当成物体来看待。而 3ds Max 里面，它是每一个物体下面都有属于自己的堆栈，而堆栈本身并不是物体，所以如果你在 3ds Max 里面就会丧失了类似于 CCD 这样的一个堆栈操作灵活性。而在 Houdini 里面，Houdini 并没有真正的提供多边形没有说错，不好意思 ，Houdini 本身并没有真正提供修改器。那我们在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已经说到，Houdini 里面每一个 object level 的节点相当于 CCD 里面的一个物体，而我们进到这个节点内部，相当于在 CCD 里面在物体的下面添加其他的修改器，或者对这个物体本身进行多边形操作。所以我们现在 Geometry Network 就是一个新的物体里面进行操作。比如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创建一个 box， 我们先把其他物体都删掉。好，这抽奖机删了。然后我们加一点细分，现在不是这个，应该是看一下，应该是 mesh 吗？对，是 mesh。我们 Y 轴添加多一些边，然后如果我们在这里添加一个 bend 来弯曲它的话，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原始的物体，而第二个是修改物体的节点，但这个本身并不是一个变形器。在 object level 就 在 geometry 里面，每一个节点它做的操作都是对上一个节点的点的属性进行修改，可以是添加新的点，也可以是修改点的位置，或者说去删减一些点。那这个 box
它本身不需要任何的输入来源，但实际上你也可以给它一个额外的输入来源，比如你给它一个猪头，比如如果是猪头作为第一个点的话，然后你在下面连一个 box， 那这个 box 相当于获得了猪头的一个边框，就是 bounding box。如果没有猪头的话，就这样子。所以每一个节点都是对上一个节点的数据进行修改，所以并没有存在说哪一个节点本身是物体的说法，因为你每一个节点完成修改之后，每一个节点它本身都包含了对物体的完整的定义，而不像是 C4D 里面你加完一个变形器了之后，所有物体都还它的点的信息都还只是存在这里。如果是你在 C4D 里面同样做一个 bend 的操作的话，你在这里加一个 bend， 哎，这个还要加一些线段，我也不知道哪个方向，反正就随便扭一下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在这两个软件里面获得基本上是等价的一个东西，那么要加多一点线段。然后我们在下面再加第三个叫做什么了？有一个随机修改零点的是 displacer 是吧 ？displacer， 你再放在下面，然后我们再给它一个 noise， 哎，没有放下去。好，那在 C4D 里面，我们做这个效果的一个操作逻辑是，先创建一个物体，然后添加一个 bend deformer 来修改顶点位置，然后再添加一个 displacer 来修改顶点位置，那我们就获得这样一个效果。而如果在 Houdini 里面我们要同样的效果的话，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mountain 节点，这个尺寸小一点，强度也低一点。那我们现在在两个软件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等价的效果。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逻辑，软件背后设计逻辑的一个本质差异。这里是一个物体加上两个变形器，这里是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第三个节点，这三个节点每一个节点都可以当成一个独立的物体来看待。也就是说你加上这个 bend 之后，这个节点本身已经是一个物体了，它相当于是你在 C4D 里面在这里选择current state to object， 相当于是烘焙好的结果。所以说这个节点等价于这个已经发生变形、已经固定好的节点。而在 3DX Max 里面用的就是堆栈。我们刚才的浏览器呢？所以我觉得学软件非常重要一点是，你要考虑好不同软件它本身设计的时候，它是如何去理解，或者说如何去演变出一个概念，然后你要掌握的是这个概念它本身代表的软件的操作方式逻辑，而不是去学一个个按钮摁下来，因为这样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当你明白了软件本身的一个计算逻辑之后，我非常建议大家会去挑选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或者说有挑战性的项目。就是某个项目你可能当前你知道你已经会用这个软件基本操作了，但是你觉得如果你要做这样的项目，对你来说存在一定的困难，可能会耗一定的时间去做，但你觉得你有可能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能够学一个软件的时候不停的去给自己找这种新的项目去做，不一定是商业项目，可能只是个人爱好，你会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发现非常多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很多人都帮助不到你，但你自己在耗时间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学到非常非常多任何教学或者帮助都没办法告诉你的东西。比如我最近在公司里面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被强迫去学做毛发，所以我当时就在逼着自己要做一个马尾辫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学习用 Houdini 的一个毛发工具，后来才发现 Houdini 的毛发工具其实真的很简单。好，我们把这个 Houdini 的简单演示一下，把界面改为 grooming， 这个就是在 Houdini 里面刷毛发的一个流程。我们现在获得有一个可以刷毛发的东西，选中这个物体，
然后按 C， 这是胡迪尼快捷菜单，然后我们可以哎呀天哪，我都忘了哦，不好意思应该是 Create Guides， 点一下，然后胡迪尼就会创建这些 guides， 就基本的绒毛。这个是我们原始物体，这个是胡迪尼创建的绒毛。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点的密度，然后选择这个绒毛这个要做盖节点，就是这些毛发并不是我们最终选的毛发，它只是帮助我们引导最终毛的生长方向。因为我们在 4D 里面刷掉毛发其实也是一样的，先要有盖，然后再是 render 的 fur。因为如果你操作一个密度比较低的盖的话，你在渲染的时候再进行差值，它会获得比较好的效果。然后你也不用一次性去对付几十万的毛发，你只要对付很少量的毛发，然后在后续操作的时候再进行差值就好了。然后这里就有很多工具可以初始化 guide， 可以去修改方向或者是修改长度这类操作，比如我们设置长度。其实我都不用点这里，我只要在视图里面不停的去用快捷菜单就好。我们长度可以改长一点，然后再选择然后选择笔刷工具，然后选择 Surface Brush， 然后就获得一个笔刷，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视图里面可以开始刷毛发。其实没有很困难。好，基本上大部分时候，如果我在使用做毛发的话，我只要一个 process 和一个 groom 就可以做所有的东西。你这样快速的可以刷出方向。然后比如如果我们要再长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回到上一个节点，比如我们要再修改长度，我们觉得不够长，再长一点，然后在下一个节点重新 recatch， 它就会用你修改过长度之后的重新按照你之前刷过的方向再算出来，然后你就不用因为你修改过上游的节点，你就要对下游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所以它所有的流程都是非破坏性的，这优点非常的好。当然这里可以换成其他的工具，比如我们要切头发，可以这样切一下，然后还有扩展我们可以直接在画面中这样画出来，或者说我们要做一个中分头，可以选择一个 part， 然后在这里可以开始让毛发往两边分开。所以这些用起来，胡迪尼现在很多工具已经不需要你会编程了，你只要切换不同的面板，然后直接用工具架里面这些按钮，包括视图的快捷菜单，你就可以完成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非要编程才能做很多很小的东西。好，那本次的节播就到此结束，非常不好意思又耽误大家太多时间。好，拜拜。好，行，好，拜拜，拜拜。